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前几天 Anthropic 才提出了相关报告，去呛了中国的这些 AI 软体上，你们都在真溜，你们都在偷窃我的东西。没有想到今天更劲爆的来了，是 OpenAI 再杀第二刀。他今天给出的这一份报告里面，真的是震惊了全世界，而且这份报告里面跟我们台湾息息相关。为什么？你看到这个标题，你就完全知道。他说这是一个隐蔽的资讯行动，中国的网络特别行动 （Cyber Spatial Operation）。它里面讲的是什么？他在讲的是中国如何用这种 AI 的方式去欺负我们台湾，去欺负全世界，而且是怎么样去打压台湾的。而且台湾这个字眼出现非常多次。在这一份极机密的报告里面，它揭露是什么？这一种网络特战部队，没有想到在中国的一个省份里面就有300个人，他们竟然有100多种的策略，靠着 AI 生成的方式，他们做假图、假文章、假副文、假公文，甚至假的美国国安的安全人员，去打击这一些所有的人，甚至针对异议人士，还会用假账号方式去骚扰他，去侵袭他，甚至让他的账号完全被停权。在这份报告里面讲得非常明白，有个中国特战部队的人员，他因为要把这些报告要润饰，他把它丢到了 ChatGPT 里面去，请他润饰。没有想到他每天跟写日记一样，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不过怪的地方就在这，为什么是中国的网络的安全人员、国安人员要用 ChatGPT？ 他难道不知道这是美国的 AI 软体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这份报告出来？他是不小心还是刻意为之？这相当的耐人寻味。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早；政治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最后一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媒体人吕国珍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钟哥，今天全球都在讨论的事情是什么 ？OpenAI 也出招了。OpenAI 今天把这份报告拿了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国最不想让人家揭开的秘密又被打开来的。对，到底在墙内如何打压自己，在墙外是如何去欺负这些异议人士的？而且他是怎么样透过这种 AI 的方式去造所谓的假讯息，怎么样去打压我们台湾的？没错 ，OpenAI 它发布了一个新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书是什么呢？它都揭露说，我们 OpenAI 被很多人的恶意而且滥用的这个状况，使用我们的 model。它里面来说，它就讲了非常多人滥用。它尤其提到就是说，中国当局借由这个打击海外还有国内异议人士的网络特战，对，还有网络的这个网络特战行动来打压。它里面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清楚。好，它这里面的报告里面来说的话，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国安人员，我们不用讲，他一定有用这个 DeepSeek， 对，还有用这个所谓他们的这个通义千问，再用来控制，用来生成很多各式各样的资料来控制他们的人民。另外一个，他们居然还用 ChatGPT。那为什么会用 ChatGPT？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篇报告？主要原因就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把他的原本要写的这个工作日记啊，他就他说里面写说我用千问啊，然后我用这个 DeepSeek， 我弄了多少资料怎样，然后要准备对付谁，他把里面的版本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然后丢入给 ChatGPT 说，你帮我把它润饰一下，我要做成我的工作日记。就这些呢，都被这个所谓 OpenAI 收集到的时候，所以才会有 OpenAI 这个报告出现的一个情形。而且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中国的 AI 的这个软体，不管是晶片软体，是不够力啊。是你今天要认识，你是用 ChatGPT 去认识，结果出大事啦。没错，你全部的资料跟写日记一样，一笔一画，对，都被拿走了，还被拼拼凑凑。变成了一个机密档案。对，好，那这个档案来说，我们给大家深入看进去。这是在这个报告书里面来说，它有这个报告书里面它有37页，有7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什么？他要说有威胁报告，就是大家怎么用 AI 来威胁我们哈，包括说什么柬埔寨的爱情诈骗啊，俄罗斯的内容农场，还有假律师事务所的诈骗等等案子。但是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报告，占了这个整个报告37页里面的1/3的篇幅，叫做中国的网络特别行动，就是这个东西。China's Cyber Spatial Operations， 中国的网络特别行动，它里面讲到什么呢？它里面讲到就是说，因为他们 OpenAI 封锁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嘛，那一个人有 ChatGPT， 就是把
内容丢到内容农场里，丢到这个 ChatGPT 要他改这些相关的工作日记的，就是说他把 ChatGPT 当成工作日记嘛。对。然后 OpenAI 的威胁团队接到这些内容，因为它很多内容嘛。那 OpenAI 就说，这个内容很奇怪，他们就开始读了就说，觉得不太对，然后他们就去把他所有用过的资料把它拼凑起来，然后用公开的情报去比对，然后它里面得出一个结论说，光是这一个人所在一个省他说就有300个操作人员，然后还有100种战术，还有一个目标，就是目标就是要大基跌。1比300，对，我要为了搞死你，是1比300的方式，100种战术，我玩死你，是就是一个人。张兆和，我今天要对付你，我就只有一个张兆和，然后我有300个操作人冲出对付你，对，我还有100种战术方法对付你。那你知道那哪受得了？原来为什么我们现在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网军小粉原来就是这样子。好，他就说光他在一个省份就有300个人这样子。好，那他就说他还报告还提到说，其他省份也有对应的团队所以一个省这样，中国那么多省，对，他说加起来的话，至少数百名的全职人员在网络上搞这些东西，然后他们操纵数千个假账号，分布在300个境外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在中国的那个微博啦、微信上发了数百万篇的这个状况，然后在境外也发了数万篇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知道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用 AI 呢？正好我跟你讲，有时候写文章，譬如说我要攻击张兆，我哪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是我去网络上找，攻击你，我就用丢给这个在中国的话用 DeepSeek 写一篇攻击你的文章，我就贴在网上去攻击你嘛。所以这也难怪为什么之前高市早苗一上台讲台湾有事的言论之后，被攻击的那么惨。是那些东西都是来自于这些千问啊 DeepSeek， 对，甚至我们刚刚讲这个网络特别行动的网络特战队。对，所以他们有用这样，为什么他们要用 AI？ 就是加速我生成那些内容嘛，影片啊，或者说相关的内容。好，那我们讲他们怎么攻击，我们讲几个案例。这个第一个。有一个叫雪柔的，他其实是他是 X 账号，然后他是因为他发表什么，他发表挺台言论，然后就变成是网络特别行动的这个目标。好，那怎么攻击你呢？第一个，他的攻击是这样子的，他就动员，譬如说你是我的攻击目标，我就动员到50个假账号攻击你。那攻击你什么意思？我在你的账号下面贴一些恶意评论这个张兆和长得很丑啊，你是什么这样骂？那是雪柔，不是我。对，就是这样。我们假设是你，好，然后就开始用私讯。恐吓你，就一直传讯息说，你这样传讯息说你全家怎样怎样，就恐吓你嘛，对。然后甚至还有一些传送一些恐怖主义相关的图片，丢到你的这个信箱，丢到你的下面的评论上面。对，这样子如果你去点了这个评论之后，你就中了。那结果没想到到2025年11月底的时候，他真的就被确定被这个停掉了对。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进度中间呢，他还提到一个，他说一个中国境内的这个年轻女性来说，因为在网络上发了一篇挺台言论的时候，就被公安逮捕还有审问，这已经超过了网络骚扰的层级，是实体的拘禁，就不是只有网络攻击。他报告里面他还写到那个人有人被拘禁了。不是，所以等于是墙外的他就去骚扰他，是墙内的我知道你在哪里，我是直接把你抓住的。对，所以这就是网络攻击。我们刚才讲网络攻击是在墙外的部分，在国内来说，中国国内他们就直接抓你了。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他有一个这个针对这个报告，他有他的说法。当然这里面的说法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但是他从这个下面说，他说因为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也是被攻击，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海外异议人士嘛，他一定网络上常被攻击，而且大家很想说他的 X 最好被检举嘛，所以一定是这样。虽然说没有，他感觉不意外。他说2022年白纸运动里，我们已经经历太多次了，账号被大规模的恶意举报，然后评论区被有组织的灌满羞辱还有威胁，然后虚假账号冒充我们的身份在各个平台散布谣言，我们都一直知道这不是网络的这个冲突点，只是说现在 OpenAI 证实了这一点。对，所以等于是 OpenAI 这个报告呢，告诉你什么？我们过去都说中国有网军，那他还操作，但是具体的内容我们其实没办法掌握。对，但是这次透过 OpenAI， 他收集了那一位这个人士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之后，他们逆向去推出来了，而且还原了原来的这个真相是这个样子。他把剧本完全都写了出来。没错。你说，他除了假账号去检举你、去钓鱼你之外，他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连这种真的很触眉头的东西来，你看到这样什么？讣文，对，我还没死，你就给我弄一个讣文，对，他搞什么？对，没错，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啊，他就说什么，有一个异议人士啊，异议人士来说，他就说这样，他就用一个特种说，就你看他把他照片弄出来，然后就像讣文这样的，就直接把他说他怎么样这样，身体不好，怎样怎样，就不幸过世的这样做，就一直不断的推，一直不断的在网络上这样流传这样，他就说他有大量制作而且广泛转载的讯息，包括虚假的讣文啊。
纪念的照片啊、灵堂还有墓碑，就是真的好把他形塑说这个人已经灵堂跟墓碑都有，把他形塑说这个人真的就已经挂掉了这样一个情形。好，所以这个等于是我觉得呢，要是我们的话，我们都觉得说实在这个动作很奇怪。另外是他怎么做呢？他会做一个所谓的虚假账号。什么叫虚假账号？好，你看他这有一个异议人士叫惠波，他就说什么？他就说第一个，他们先用假账号在他下面这个挑衅他之后，然后针对他的回复呢，然后就检举说他就刚才你说了，你只要回复一个这个字眼来说，我们就检举你，然后就触发这个 X 平台的自动审核的这个规矩嘛。自动审核的规矩来说的话，完成审查之后，他的账号的确就被限制住了。对，那被限制住了之后，账号你知道怎么样吗？他就突然发现，我的账号被限制，那我就 Google 我的这个，我就 X 上面查我惠波的名字，就突然出现了这么多都是惠波的A 惠波、B 惠波、C 惠波、D 惠波，对，都是一样的脸。好，那他说这也是他要占领新的这个平台，在 X 平台上面你就被消失，我们就取代你这样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说他针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异议人士或是海外人士之外，他也是这样啊。你看他说什么？他们这个行动还那么，譬如说他们还造假，怎么造假？你看他们用这样子，譬如说高市早苗，他们很生气，他们就故意生成了一个高市早苗跟这个日本一个右派的人的这个照片，然后他就说他们跟他密会，根本没有这样嘛，他就说，然后他把它合成说，这个他们这个一水代表三木这个的照片，他们两个这个见面的这个状况，你说把它变成什么？旁边这种木村3号是，然后讲说高市早苗跟他非常好，见面右翼真的他是极右哦，还那种秘密组织密会，就把它斗上去，然后好，然后还有弄什么？他说什么关税？50%的这个关税暴击啊，美国牛肉丢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半壁江山，反正他们就是用一堆这样的文章，好，这样文章来说就是要故意什么打击高市早苗嘛，好。那我们就讲这个很奇怪啊，因为你这次把这个等于是说这个中国，我们先跟他说白目。他干嘛把这个东西弄上去？对不对？你看300个操作人员，100种战术，你都曝光了。而且他什么每天写日记哦，我每天喂哦，对啊，我做了什么报告之后，ChatGPT 帮我润饰，再润饰，每天都是新的。你喂给他资料。对，赵尔，我们一开始就觉得他是白目的，你也太懒了吧？你就用中国的签文弄一弄不就好？那你为什么刻意要用 ChatGPT 呢？我们就跟他讲，这诡异的地方就出现了。对，我们现在慎重的怀疑是他就是那个泄密者。为什么泄密者？他故意的嘛？为什么？因为我跟他讲，中国老早就不能够用 ChatGPT 了，而且美国早也不让中国用ChatGPT。你看，ChatGPT 明天开始禁止向中国提供这个它相关的服务，连 VPN 都被禁止。对，那就造成中国的 AI 内循环的局面。这个时间点在2024年的7月8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中国内部，你已经不能够用 ChatGPT， 而且你翻墙，你用 VPN 翻墙出来，你也被禁止啊。对，那请问你为什么可以这样？那我就跟他讲，他显然是故意的。他在喂 AI 资料吗？他故意这样子的，他把这些东西呢丢给这个 ChatGPT 来说话，就说你帮我整理，赵尔，这个资料一定存在 ChatGPT 的这个账号里面。对，那他一定有一天，搞不好他就知道这件事情。对，知道这件事情，他要还原逆向的时候，是不是蛮容易的？所以就这样，所以才说他其实就是那个泄密者。对，他故意把中国网络攻击的所有的资料泄露给西方世界。这就是破案的，就是这样。所以也就是因为有他，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些逻辑嘛。好，而且这不是开玩笑，我们今天会说他可能是泄密者。过去中国也不是第一次有泄密的事情发生。对，中国的网络长城那个防火墙有够强的，对，无坚不摧，他们自己说的。是，但是通常都是自己人在里面把门给打破的。对，没错。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说是这个泄露给 ChatGPT 疑似就是间谍呢？或者说他的或者应该说他可能对内部有不满啊？对，为什么这样讲？你看，这是之前发生的一件事，也是在2024哦。他说中国的治安业者安寻讯息呢，内部资料在这个他们有一个这个公开的这个线上平台的里面就出现了，对，出现了非常多。为什么？他就有一个事实上是台湾的工作人员发现说，有人把中国治安公司的安寻系统呢上传到这个所谓的他们的线上平台的这个平台里面，然后就说该公司欺瞒中国当局，而且财务出现问题啦，它的产品低落啊，而且导致这个员工抱怨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又说，这个资料里面还讲到说，该公司替中国政府渗透印度、泰国、越南、韩国还有北约组织相关的这个机关，讲的非常多。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就把它丢上去，这当然是我们台湾发现。后来大家去看，它有577份文件，这么多
对，然后他还说什么？他就说我们刚才我们讲他入侵非常多国家嘛，然后他说什么有超过570个文件、图片还有聊天记录，提供了前所未见的视角，让中国政府的机构雇佣了一家公司，按其所收取的这个资料做什么样运用。对，好，那他到底运用什么呢？他有聊天记录、有文字，还有图片。对，他等于说哈了，都 all in 了。那他到底要做什么呢？你看哦。他资料里面来说有非常多资料，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从当时大家从他的资料拼凑什么呢？他说该公司呢专门研发所谓的间谍软体。那间谍软体要做什么呢？他要挖掘 X 里面的账号登记者的这个电话号码，还有电子邮件。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人是张兆和，挖出来你的电子邮件跟你的号码，然后针对特定的这个账号进行即时监控，我要监控你。还用假账号来发文、删文啊，然后还转赞啊，还要转贴按赞啊，然后可以针对 Windows 啊、这个所谓 iOS 啊、Linux 等等的作业系统都可以做。所以这等于是说，它就是我们现在攻击的这个，我们今天揭露那些攻击事件的一个软体。就是这家安巡公司嘛，对，所以那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这个安巡公司就是由中国知名的骇客吴海波所设立的嘛，它就是中国军方、警方他们在用的一个安全讯息的公司嘛。所以也就是因为有当年的这个泄密案，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安巡公司，然后有它背后的这个软体，然后在 X 平台上面来监控所有人民。所以2024把这个所谓的监控跟攻击的软体爆了出来。2026这一天，手法、方式、省份、人数，对。全部都出来了，更具细靡遗的资料，因为这次我的天哪，这次的资料比上一次更大。那所以我才讲，这一定是内部人有刻意为之嘛？到底是美国收买他还是怎样，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至少他的披露，至少让我们知道说，中国实际网络攻击的运作是怎么样。关哥，我们刚刚才讲下来，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国安人员、网络特战人员竟然要去用 GTB？ 可能第一个，他真的是里面的反叛者，真的要把消息给透露出来。第二什么？你中国的 AI 根本不能看，你晶片你烂透了，你连润饰都没有办法。结果今天有2则新闻，我一开始看不太懂，结果2则一起看的时候，觉得中美两国真的是叠对叠到一个爆炸。之前说 H200这件事情，不是说可以卖，一下又说零片吗？今天最新消息出来了，外媒直接讲可以卖部分的 H200晶片，美国它开绿灯了。结果没有想到，川普也在2月17号的时候，他动了一个手。他说：“中国的半导体你不能进来美国，等于说美国搞一个我能卖你，但你不能卖我，这搞什么东西？”没错，双方现在都是叠对叠，而且中国这个特工的案子可以告诉我一件事情是，现在中国的 AI 模型或者是语言模组用美国的晶片，其实美国是清清楚楚，甚至他知道他大量依赖它，只是他不说而已啊。为什么他愿意出口？就是因为你在用，我都很清楚，甚至你上面的痕迹搞不好都被记录了。那为什么他能记录到？第一个，美国先收一笔钱，叫25%的关税。这个晶片要收到关税，其实要先送到美国。虽然我们都知道 H200是台湾制作的，可是他允许他是先送到美国，然后接着美国出到中国才可以收25%嘛，不然谁帮他收这笔钱送到美国就是一个玄机了。所以国安审查就是为美国愿意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要求出口许可证要到国务院还有国防部跟能源部去共同审查，那个审查其实就是这个机制嘛，所以美国根本就是叠对叠。我其实想要知道，不只是卖晶片给你哦，我还在监控你的 AI 发展，这才是真正厉害的地方。所以川普等于照你这样讲，他设下一个陷阱，对，就等你中国跳下来。所以报告会怎么来？他怎么会这么清楚 DeepSeek 怎么用 GPT 怎么用，甚至有清楚的报告，它代表说，我还有一个能力是后门程式，我知道你的 AI 使用痕迹，所以这场是 AI 大战已经进入到使用方。结果美国自己也很聪明，他知道说，其实我晶片有设后门，所以他现在到目前为止又宣布这个命令是中芯国际、长兴跟长江这2个，主要是这2个，他限制他用。现在记忆体很缺哦，如果中芯没有很缺啦，我还是不用中芯的逻辑没有问题，因为联电也会做嘛，台湾也会做。可是重点是这2个公司其实记忆体现在缺的哦，现在的笔电、手机是缺记忆体，所以美国一些像做电脑的笔电的，他就告诉川普说，你可不可以开放？不然我连冰箱都做不到。冰箱有做记忆体哦，扫地机器人也有，甚至你的手机里面也有。可是美国还是照样禁，因为美国知道我在干什么事，就是怕中国也学嘛。干什么事我就来告诉你。这个文章里面就有他们官员出来讲说，他 DeepSeek 是怎么用的，训练模组是怎么来的？而且这是什么？这是路透社爆出来的哦，这不是我们乱讲的哦。路透社爆出来说，美国已经在看着
中国你到底干什么 AI， 你干什么事情，我都看在眼里的。甚至厉害的地方是，他既然知道他是在 NVIDIA 的平台上训练，而且用的可能是 Blackwell 的美国出口的管制的产品，但是他还可能知道这些的位置在哪里。资料中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资料中心，奇怪了，你人没有去，你怎么知道在内蒙古？这是川普官员讲的哦，所以代表说。我在里面可能藏了很多的监控跟后门程式，我知道你用的轨迹，然后我知道你在哪里用，所以连位置都清清楚楚了。所以今天的辉达财报，当然大家很讶异的事情是，黄仁勋当然营收大幅成长，业绩表现得很不错，甚至他告诉你，算力就等于营收，也就是说世界算力的成长就等于辉达的成长，对，也等于台积电的股价哈，这也可以连着讲嘛，因为晶片都只能台湾独家供应，所以只能用台湾的。那为什么说它中国营收是0？因为你偷偷在用嘛。那美国知不知道？当然知道。所以这两个消息，所以今天中国营收是0，它的这个所谓的财报还可以这么好，对，它没有列进去，你会觉得奇怪，财报很好。那当然，他们很清楚，美国都知道，而且他监控你怎么用嘛。而且他知道一件事情是，你追都追不上你。即便你半夜都不休息，其实你已经完全追不上。好，那为什么美国一定要用进长兴跟长存？其实美国很清楚是怎么样。晶片里面如果用了中国的记忆体里面，它可以有后门程式，甚至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所以它等于简单来讲，我今天怎么弄你，我也知道你会怎么样去弄我。所以你可以买我的，但我不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买你的。对，所以扫地机器人，我以扫地机器人来说嘛，这是大疆的扫地机器人。结果 PS 玩家可以用手控摇把就可以控制所谓的扫地，这画面也太厉害了，完全不用按什么按钮，它是把 PS5 的手把直接放在上面。好，还不止这样，它可以远端的透过扫地机器人就可以监控你家的即时讯息，所以你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在用什么，我都清清楚楚。那这问题就来了。这里面如果用得到长兴跟长江，因为他们用的比较便宜的记忆体是他们生产的，那扫地机器人会不会进到美国每个家庭，甚至到了五甲大厦在扫地也会用得到？那我再讲一个故事，其实现在做记忆体还要有以色列的安全编码程式，为什么要有编码程式？2024年我们都知道，以色列那不是用 BB 扣把所有的黎巴嫩的恐怖组织给炸掉吗？就是用这个程式，它去篡改里面的记忆体跟晶片遥控，让它过热产生爆炸。所以为什么美国现在叠对叠说，我现在所有的记忆体我都要有安全防伪造或者是防改造的程式，甚至我直接不用。双方在打什么战争？就是一场 AI 大战跟所有的国安的战争。所以美国我可以卖给你，但是我宁可现在买记忆体很贵，我也不要用中国的。刘老师，我们刚刚看到什么？中美两国真的都还在斗，都还在叠对叠，看你要出什么招，我就出什么招，我都知道你后面可能藏了什么东西，我可能不能够用。所以今天做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美国完完全全壁垒分明。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谁？我们谈过很多次，谷爱凌。谷爱凌因为冬奥的事情已经被美国人给骂翻了，结果怎么样？今天连美国的参议员也在骂他，你的国籍要讲清楚，你受美国的教育，你怎么会帮中国来比赛呢？而让我觉得今天更可怕是什么？连刘美贤的爸爸也都出来讲话，结果今天美国舆论已经烧成这样喽。你看谷爱凌今天在干嘛？谷爱凌完全没有差。他还在米兰的时装周来走秀的。对，这个美国的参议员现在跳出来了，麦克莱恩呢，他其实他甚至说连这个人的名字他都不想提，为什么呢？因为甚至于说你这样子还帮他创造广告或创造声量，但是他讲什么话呢？其实我觉得现在你昨天看到川普那个冰球选手在那个我们讲说那个国会当中国情咨文当中，对那一个概念来讲话，就是可以呈现在现在所有美国人可能看待谷爱凌来讲的话，就是那一种气氛。什么气氛呢？就是壁垒分明的气氛，就是他们美国优先、美国至上，以及美国跟中国是不一样的这个概念。而作为一个美国人，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喝着美国的水，吃着美国的不是米汉堡长大的。对，这时候呢，他参议员跳出来说：“你出生在美国，生活在美国，享受着自由，但是
你们为什么连这个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呢？哦，那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给你那么多东西，对结果呢，你今天来讲的话，到最后你竟然不是以美国为荣，反倒是替另外一个国家讲话的概念，共产主义国家但是他有提到一件事情，说就算是你这个什么，这个对那个国家怎么样，但是你到最后竟然还搭飞机回到自由的美国。也就是说，你去跟那个国家赚钱啊，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现在最后来讲话，你凭什么还要回到美国自由的国度来居住？对，这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你谷爱凌是不是太矫情了？你谷爱凌来讲的话，今天来讲要赚中国的钱，当然就当面来讲要什么讨好中国，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不敢讲，比如说。很多人去问他说：“哎，你对维吾尔族新疆的这个看法怎么样之类的？”这个谷爱凌竟然会回答他们说：“我不是这边的专家，我没有做过什么研究，我要看到这不关我的事。I don't think it's my business。”选择性忽略，对，我看不到，故意不讲这些话，这是感觉是什么？就是他在推脱，他不敢去针对这种涉及到人权、自由、民主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评论。那你身为一个美国人，你在美国长大，你为什么不敢做这种评论呢？相较你看到这个从中国逃出来的6·4天安门事件之后逃出来的这个，我们讲刘美贤的爸爸，对不对？刘美贤的爸爸叫做刘俊嘛。刘俊在接受日本的日经亚洲的这个线上访问的时候，就提到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女儿代表中国出赛。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中国私底下都接触到他嘛，就是说啊，这个当时这个2022年的北京冬奥的时候，事实上就有想要用大笔的资金想要收买他，然后挂着中国的这个名义来出赛，但是他不允许他的女儿对一个没有宗教自由。没有这个目前还有政治犯的这些国家来代表这个国家出赛。请问老师，为什么刘俊他铁了心，绝对不会让他的孩子还有他回到中国为中国来效力？他过去从6·4出来之后，他是被监视、被打压，甚至到他女儿去参加冬奥的时候，还有旁边要有人去陪同的。对，你知道刘俊他本身非常痛恨共产党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倒不是因为当年来讲的话，这共产抵制多怎么样，是当年6·4天安门学运完之后呢，其实他就逃到美国去。这时候其实帮助他们一些人逃到美国去的就是黎智英。黎智英有一个黄雀行动计划嘛，然后协助他们提供资金，然后到美国之后，你知道吗？他们要生活要怎么样之类的，其实还是要靠人家资助嘛。但是呢，因为他有培育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儿刘美贤的情况之下，当中国发现到说我用钱没办法收买你的情况，就派人监视他们，恐吓他们，所以让他们在生活过程当中非常感到不安哦。但即便如此，他知道共产主义的政权的这个本质是什么，所以他也不会让他自己的女儿以及包括他自己本身，因为金钱上的利诱就回到中国去，或是成为代表中国。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